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，最减瘦的行为不是抽烟，也不是喝酒，而是这3样。电影《滚蛋吧，肿瘤君》里有段对话直戳人心：上天为什么要安排我们生病？那是因为要提醒我们，人生只有一次。年少时，我们总觉得健康长寿是理所当然的，一心只顾着活得恣意潇洒。人到中年，竟发现那些未曾在意的坏习惯都在悄悄地腐蚀着我们的健康，无形间影响了我们的寿命。原来一个人的生命质量是和他的习惯息息相关的，而最减瘦的坏习惯不是抽烟，不是喝酒，而是以下这3样。一，你的过分偏执正在无情地折损你的寿命。电视剧《新居》中，苏媛的母亲的经历让无数人唏嘘不已。苏母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老贵族家庭，有文化有见地，却在中年时家族没落，成为了一名贫苦村妇。但她内心一直无法接受这种落差，心里面求闷久了，竟患上了抑郁症。后来他又误让参加高考的儿子吃下了安眠药，导致儿子以大学失之交臂。这重重的打击下，他的抑郁症竟然加重成躁郁症。多年的贫苦生活，他一直固守于自己是贵族的想法，还理所当然地认为儿子也十分的优秀。当发现儿子的结婚对象是他当年的租客的时候，他满心满眼都看不上人家，在言谈举止间处处的刻薄对方。就算对方已经是企业高管，有房有车的白富美，而自己的儿子连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没有，有时还要假结婚来赚外快，他仍然放不下内心的偏执，无法的承认多年的过去，彼此早已异地而处。更可悲的是，每当家人想要劝他认清现实时，他就要发脾气，病情也因此越来越重，而常年的服药也早已让他的肾脏不堪重负。面对境遇变迁的思维习惯，往往左右了我们的生命走向。倘若一直陷在偏执中，无法转换思维，最受伤害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。到头来会发现，真正挫伤我们的不是那些外在的境遇，反而是我们的执念。正如三毛所说，心之何如，犹是万丈迷津，遥亘千里，其中并无舟子可以渡人，除了自渡，他人爱莫能助。一个人的思维习惯恰恰影射了他的健康状况，越是偏执，无法活在当下，越是会受到伤害。而执拗的最终结果，不仅会让生活陷入了深渊，还搭上了我们的健康。如果能够放宽些心怀，那些因此而生的疾病恐怕很难找上我们。2，对身体的怠惰才是大病的罪魁祸首。有朋友曾感叹说，突然发现自己竟变成了亚健康的中年人。过往那个百毒不侵的热血少年，早被自己弄丢了。现在晚上稍微的睡不好，第二天就没有精神，换季时没有及时的增减衣服，就会感冒鼻塞过敏，不吃药压根扛不过去。前些天量血压，竟然发现自己高血压了，真后悔那回身体好的时候没有多加在意。听他一说，我忽然想起了一位宝妈，她开了一家快递驿站，边带孩子边收发快递，每天都忙得团团转。虽然累得经常这疼那疼的，但能边带孩子边赚钱，她一直都没有怨言。然而今年年初，她突然决定不干了。细问之下才知道，她被诊断为乳腺癌晚期，已经开始化疗了。她说，回想起之前忙的时候，回到家就只想躺着，也不是没有过乳房胀痛，但每次过不了几天就不疼了，自己也就没太在意。现在想想，如果当时能够在意一些，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么严重。想到女儿可能过不了多久就没有妈妈了，便心痛不已。
听罢不禁潸然泪下。有太多的人忙于工作，忙于照顾家人孩子，对自己的身体却很少在意，即使有些不舒服也总是盲目的拖着，即使知道要花时间去锻炼，也总觉得来日方长，而身体也在这一复一日的忽视下悄悄地亮起了红灯。曾有人统计，重疾病史人群年龄分布发现，30岁后患病比例就开始有增高的趋势，41到50岁这个年龄段竟然高达了 42.46%， 这很难与我们对身体健康长期的怠惰脱离关系。有人曾说，与其说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不如说是病来如坐箭，病去如抽丝。那些大病早已在你我不注意的时候，就悄悄地在我们身体里吐丝作茧，慢慢地扎根，等到我们发现时，就已经很难忽视了。倘若我们在平时就多加在意，对身体的病痛多加关注，许多疾病便也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3. 每次放纵欲望，都在让生命减短1寸。最近看到一个短视频，一位孕妇体检时，抽出的血竟然尽是奶茶色，而检查结果更让人吃惊，她的甘油三酯超标很严重，还因此出现了早产的征兆，她和胎儿都面临着生命危险。究其原因，就是因为她孕期嘴馋，经常是每天1杯奶茶，偶尔还要吃1根冰棍。我们也总会觉得，不就是每天1杯奶茶吗？没有关系的。殊不知，这欲望的闸口一旦的打开，便会越来越大。正如有人说，欲望无止境，满足一个就会冒出另一个，让人一步步走向前途未卜的未来，最终成王败寇。对欲望不加节制，最终受伤害的只能是我们的身体。口腹之欲如此，玩乐之欲也是如此。前段时间，有一位男士在家里玩游戏的时候，突发主动脉夹层破裂，被紧急的送往医院。医生整整的抢救了10个小时，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。回顾过往，这位先生工作休息时就喜欢玩游戏，还经常为此熬夜。长期以往，突然爆发了这么严重的疾病。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。有人长时间的熬夜直播，患上了肾衰竭，还有人经常睡觉前暴饮暴食，因急性的胰腺炎而丧命。他们往往觉得生活那么辛苦，休息时就要放纵一些来犒劳自己，殊不知习惯上的满不在乎，带来的是健康上的后悔莫及。毫无顾虑的纵欲，最终透支的是自己身体的健康。正如加拿大心理学家解释说，这看似可以带来短暂快乐与放松，实则是在暗中着伤害着你。我们固然可以选择喜欢的方式放松，但没有节制，带来的便会是反作用。你今天的毫无顾虑，都暗自被加价在了明天的身体状况中。如果能够做到自我节制，身体便不会因此而发生意外。查尔斯·都斯格在《习惯的力量》里写道，某些或某个习惯一旦将其改变，就会引发连锁的反应，进而重塑生活。偏执或者是接纳，影响的不只是我们对事物的想法，怠惰或细心，改变的也不只是当下的生活状态。放松或节制，决定了更不仅是今天怎么过。那些看似不经意的习惯，都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。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从生活的点滴中着手，远离那些影响健康的坏习惯，变得自律与自洽，活得健康舒适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